女仆用浸满金合欢的绒布擦拭女主人娇嫩的肌肤，将所有的芬芳揉进她每个毛孔。女主人说：“你不知道我丈夫有多喜欢闻我身上的味道，这都要感谢你精心调制的草药。”身后男主人偷窥的身影僵在暗处，女主人好奇这味道究竟是如何调制的，女仆却只是解释这是她喜欢闻到的。睡前，女仆拿着油灯停在过道的合影前。阿黛尔穿着粉色长裙，笑颜如花，身边的佩特罗蛮横地亲吻她，恨不得将她揉进自己的骨血。突然传来夫妻二人的笑闹声，打断了女仆的思绪。她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她解开腰带，月光照亮了她舒展的肩背，枕头下的怀表正滴滴作响，那是医生送她的礼物。她摩挲着表盖，轻声道：“晚安，爸爸。”20年前的那场大火吞噬了一切。女仆的母亲是阿黛尔家的仆人，这场火灾烧毁了一切。阿黛尔的父亲从医院的实验室赶来时，两个裹在厚地毯里的小女孩被邻居从火场拖出，睫毛还沾着火星。他们在同一屋檐下长大，共享一张课桌，连裙子的褶皱都一模一样。医生对女仆的女儿也像对待阿黛尔一样。医生离世前曾告诉女仆：“你和阿黛尔就像两棵树干缠绕在一起的树，你们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，你要多替她着想。” Ти мусиш Аделі служити。为了遵循医生的遗愿，女仆长久以来一直精心服侍着阿黛尔。她的日常工作清单精确到分钟：6点去拿尿壶，7点擦净所有的地板后马上准备早餐，8点熨烫女主人的真丝睡裙。这天，女仆和阿黛尔夫妇一起看新来的马戏团表演。几个贵妇传言，最近盗窃案频发，附近的几家教堂丢失了贵重的物品。开场后，贵妇巨大的羽毛帽像屏风挡住了女仆的视线。女仆提出和佩特罗换座位。Мені нічого не видно. Але якщо ми поміняємось, то мені нічого не буде видно. А де вищий? Ступись, прошу. Не годиться мені привселюдно поступати з своїм місцем. Лише єдиний раз, прошу. Аделю, вона слізниця, що інші подумають. 谁知女仆对全面的贵妇提出：“请摘掉你的帽子，我和我的主人买了票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”然而贵妇的讽刺却像把尖刀。Домашня служба Адель Ангер. Зовсім розпестили. Що ви хочете від панянки, яка взяла шлюб з руським тронарем? Театр у вишиванці. 佩特罗尴尬地起身，和女仆交换了座位，并和前座的贵妇赔礼道歉。突然，台上表演柔术的小男孩蜷缩起身体，魔术师将他塞进鸟笼，布帘落下又升起的瞬间，笼中竟站着位东方女子。魔术师神奇地将她漂浮在空中，他手指沿酒杯边缘转动，女人也在空中转起了圈。突然，酒杯隔空碎落，女子也从空中痛苦地坠落，女仆却从望远镜里捕捉到男孩骤然收紧的眉峰。晚上，佩特罗告诉女仆，明天新来的牧师要来做客，让他做几道拿手菜。清晨，女仆列好菜单去集市。鱼贩的儿子出现的那一刻，阳光落在他卷曲的睫毛上，女仆瞬间慌了神。急过鱼时，他右手颤抖，竟撞在他的自行车，自己也摔倒在地上。男人递来的手帕带着海盐味，他胡乱擦了2下，便落荒而逃。回到厨房，对着水盆里的鱼发呆，他们圆睁的眼睛像在嘲笑他的狼狈。А як вона гепнулась, га? Торби австрійських вояків так гупають, коли ті на підпитку жбурляють їх із вагонів на нашому вокзалі. Ні, ну це дуже смішно.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, я тоді надірвав собі плавальний міхур. Тепер треба пропарити вас в окропі. Півхвилини досить. 10分钟后，他捞出那条多嘴的鱼，他将鱼子切碎和蘑菇混合，又加入了盐、胡椒和欧芹。精美的食材在他的翻炒下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之后，将它们塞进鱼肚封好，点缀柠檬与蘑菇一起放入了烤箱。这时，阿黛尔走进厨房埋怨，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拿走他的夜壶？快中午了，他还没有做头发。女仆只有放下手中的活，匆忙端出夜壶。身后传来阿黛尔的声音。Може, мені вже й час дослухатися Петра і найняти іншу. 女仆的心碎成了玻璃渣，她每日尽心尽力的工作，却依然无法让阿黛尔满意。她脚下一崴，身体失去平衡。О, Боже. Стивче.
换了干净衣服，他又伺候阿黛尔穿上美丽的蓝色长裙，发间别上蝴蝶发簪。阿黛尔说，据传新牧师的妻子有癫痫，他真是个可怜人。说话间，他往女仆身上扑了茉莉香水，试图掩盖那股挥之不去的异味。门铃响起时，开门的瞬间，女仆僵在原地。新来的牧师约瑟夫和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少年别无他样。约瑟夫曾是医生的学生，那时女仆非常喜欢他，他似乎也对女仆有着丝丝爱意，然而却因为两人都过于年轻而错失了缘分。同样，约瑟夫也很吃惊，他以为女仆早就离开了医生家。女仆端上精心准备的烤鱼，约瑟夫更是对女仆表现出分外的关心。约瑟夫的妻子患有癫痫，他羡慕阿黛尔一家的奢侈生活，他问为何没有看到你们的孩子，这说到了他们的痛处。虽两人恩爱有加，然而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，女仆却心乱如麻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席间，佩特罗聊起教堂失窃案，有人怀疑是马戏团干的，他问女仆怎么看。阿黛尔忽然笑出声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起他的看法了？女仆特意给佩特罗加些鱼肉，但对方却面露不悦。女仆解释已经取出鱼刺，他依然拒绝说客人喜欢才是最重要的，这让女仆在约瑟夫面前丢尽颜面。他端起餐盘走到窗边，用力将烤鱼扔了出去。3条鱼掠过斯塔尼斯拉夫的屋顶，越过五彩的教堂和美丽的村庄，最终坠入森林边的湖水中畅游。夜晚，躲在门外的女仆听到了阿黛尔夫妻俩激烈的争吵。佩特罗说，都怪你的父亲，这么多年虽然女仆毫无私心地照顾他们，他念着一生对他的抚育之恩默默付出，可佩德罗却总是挑拨两人，要将他赶出家门。那的世界究竟哪里才是他的家？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泣不成声的阿黛尔抱紧了他。她说丈夫打算再雇一个佣人。Мене куди? Він каже, що винайме тобі кімнату і платитиме. Каже, що власники кам'яниць на Бельведерській мають вільні кімнати. Але ж ти не підеш, правда? Я не можу. Без тебе. 清晨，女仆收拾行李要离开时，佩特罗却叫住她。Вона не хоче, щоб ти йшла. А ти? Я теж не хочу. Залишся. 女仆又乖乖地回去继续工作。她把烤好的面包装进藤篮，打算送给约瑟夫。监狱教堂的士兵却拦住她，抢过篮子就往嘴里塞。女仆的怒吼换来更放肆的推搡，直到约瑟夫的出现，士兵才放过了他。坐在监狱的围墙下，女仆开始诉苦：我一辈子都在照顾阿黛尔，我给了他们我所有的爱，因为医生爱我就像爱他自己的女儿一样。医生送给他珍贵的怀表， Він золотий, як твоє серденько. 可孩子的妒忌像藤蔓，缠得人喘不过气。阿黛尔对修女说，女仆偷了父亲的怀表。修女拽住她的脚踝摇晃，果然医生的怀表从她裤脚滚了出来。 Моя камізелька такого ж кольору, як і її сукня. Сьогодні зранку переплутав в кишені. То просто помилка, сестро. 医生洗脱了女仆小偷的罪名。女仆说，阿黛尔想拥有一切，却从不付出，大概这就是上帝惩罚他至今没有孩子的原因。约瑟夫轻轻按住女仆颤抖的肩膀，声音如教堂彩绘玻璃般柔和，试着原谅阿黛尔吧，我知道你也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。临行前，他留下嘱咐，要他背诵20遍使徒信经。女仆贴着冰冷的石墙，听到监狱传来约瑟夫为信徒的祷告，一个声音打断了他。 Що ти тут робиш? А ти чого тут? Йду до майстерні свого чоловіка. А що я роблю у свій вільний час? Моя справа. Я хочу знати, де ти швендієш. Ти під моєю опікою, розумієш? 他们一同来找奥佩罗时，他正在酣睡，角落的女工在祷告。天使一定是天使显灵，我刚才听见了圣洁的喷嚏声。两人俯身才看到那个藏在雕塑堆里的男孩像被神镀了金边。
那皮肤薄得如蝉翼，血管清得透明。突然他打了一个喷嚏，同时也惊醒了奥佩罗。奥佩罗掀开白布，小身影早就窜上画架，活似壁画里掏出的小天使。直到女仆张开温暖的怀抱说不要害怕，调皮的男孩瞬间安静下来。阿黛尔抚摸着男孩的脸，心疼地说，你太瘦了，一定是饿坏了。他们把小男孩带回家，奥佩罗说我们应该报案，却被阿黛尔阻止。他命令男孩叫他母亲。Іди до мамці. Не янгол, а пацієнтка. Іди. 他不像普通小孩，而是像条滑溜溜的鱼。他时不时的闯祸。阿黛尔被折腾得毫无力气，女仆却耐心的跪下，声音温柔的漫过每个角落。刻薄的阿姨走了，一切都已结束。男孩听懂了她的话，乖乖的走入浴缸。次日清晨，他们请来医生给孩子检查身体。医生皱眉凝视那橡皮般柔软的指关节，孩子好像没有骨头一样。他从医多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。他有埃勒斯丹洛斯综合症，所幸并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他是个非常奇怪的孩子。话音未落，男孩已钻进橡木桌底，只留下一串湿漉漉的小脚印。菲利克斯的到来像个投入死水的石子，这个全身关节都能反转的男孩能画出整座城的地图，上面有教堂和市政厅，还有所有的商店，连乞丐的破碗摆在哪块砖缝都记得如此清楚。Та мого справжній талант. Це що? Жебрак. Він сидить на площі щоранку. Ну, пам'ять. Залізко. 家里最近总是有东西找不到，今天是阿黛尔的绿宝石戒指，明天是奥佩罗的烟斗。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忘记了放在哪儿。这天，阿黛尔正对着邻居比划，她收养的孩子像野兽般叫唤，而邻居谄媚的赞叹像粗毒的蜜糖。因除了收养女仆，现在又多了一份善心。女仆擦着永远擦不完的玻璃，自己每日毫无怨言的付出，辛苦的服侍，微薄的工资却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。在外人面前，阿黛尔就是一个圣人，没有他的救济，自己仿佛无法活下去。他和约瑟夫聊起心中的压抑。阿黛尔从小到大什么都不会做，甚至煮鸡蛋都得他来。要不是医生临终前嘱咐他，将来一定要照顾好阿黛尔，他早就离开了这里。医生的遗言在火光中若隐若现，可谁又能说清这究竟是羁绊还是诅咒？这时，他们看到2棵长歪的树，树影斑驳间，约瑟夫轻声道：“Коли дерева сплітаються стовбурами, вони не дають одне одному рости. Ви вважаєте, що я маю піти? А ти як думаєш, Стефа? Тільки скажіть. Я все зроблю. Хотів би я мати твою волю і твоє терпіння.”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尘封多年的回忆。2人坐在歪脖树下，约瑟夫说：“我真希望能和你坐在这里一辈子。”女仆似乎又找回多年前2人尚在萌芽中的心动，她期待这幸福的种子能生根发芽。晚上，他们一起去集市，恰巧碰到了鱼贩子。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搭讪，女仆心中却如小鹿乱撞。当他们一起回家时，马戏团的魔术师正守在家门口。一转身，菲利克斯又消失不见。魔术师一进屋就左顾右盼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席间，他说自己已经离开马戏团，那个东方女人死了，男孩是他和东方女人的儿子，同时也是他的弟子。他拿出一张纸，叠成一个小人，张开双手，轻轻一吹，小人竟腾空飞起，伴随自动弹奏的钢琴，桌上的小纸船缓缓滑行。魔术师出1000荷兰盾要买回男孩，佩德罗却拆穿说他并不是你的儿子，他能钻入最窄的缝隙，可以从教堂和商店里偷走珍贵的物品，这才是你需要他的原因。 Ми погоджуємось на вашу пропозицію, шевальє. Далю. Ти, володарко душ, за кого ти себе маєш? Геть доріга, пусти мене! Може, досить тобі мого скаліченого життя? Чим заважає тобі це дитя? Чи я не маю права когось любити? Та як ти смієш? Перепрошую,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, вам час. Я тільки хотів побажати паням, щоб берегли свої нерви. Вогонь пристрастей вкрай небезпечний. 菲利克斯所有的遭遇，女仆感同身受。曾经，一个女巫恳请医生要买走她，年幼的她躲在窗户后面，看着医生拒绝的手势，坚定地说出她不是货物。
Це тому, що ти хороша служниця. Нам не вигідно тебе продавати.那是他第一次确信自己值得被珍视，这份温暖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，让他忍不住护着那个总被欺负的小男孩，就像守护当年那个无助的自己。一个燥热的下午，两人一起来到牧师家，家里乱作一团。约瑟夫的妻子解释，不舍得雇人收拾屋子，自己的病需要钱。阿黛尔刚想告辞，女人却恳求他别走了，我求求你，我太孤独了，你们是我这里唯一认识的人。他盯着阿黛尔鬓角的珍珠发簪，眼睛亮起来，这簪子真好看。阿黛尔解下，送给了他。Мені? 女仆帮他把家里打扫干净，他发现约瑟夫年轻时的照片，记忆突然翻涌。阿黛尔将女仆塞进衣柜，打算给约瑟夫一个惊喜。女仆却看到约瑟夫将鲜花送给阿黛尔，还有两人的亲吻。他推开柜门时，约瑟夫涨红了脸，跑了出去。之后，两人再也没有见过。而他此刻才明白，自己在阿黛尔眼中不过是个笑话。约瑟夫感谢女仆帮他收拾房子。阿黛尔叫住他说：“我们的协议仍然有效。”返程路上，女仆好奇你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协议？阿黛尔却只是浅浅一笑说：“我只是让他帮我们祷告。”此时的小镇暗潮汹涌，警察上门通风报信，魔术师作为小镇盗窃案的嫌疑犯已经被抓，警察现在正在寻找他的同谋，据说是个小孩，又瘦又小，他能钻进各种缝隙里。之后还特意交代这是机密，不要外传。没几天，3个警察来到阿黛尔家，警察强调他们要带走那个能钻进缝隙的男孩。佩德罗打开门，谁知却走出一个胖乎乎的孩子。上次警察泄密后，阿黛尔天天逼着孩子猛吃，几天就养出个圆滚滚的肚皮。看到这个糊头糊脑的胖娃娃，警察气得掉头就走，这件事也终于画上了句号。这天，街角的鱼贩拦住女仆，他说：“你把你的一生献给另一个女人，却没有一份应有的回报，不如我们一起开一家小餐馆。”女仆精湛的厨艺在小镇众所周知，他已经买了2张远洋船票，准备带女仆离开这里。女仆却直接拒绝了他。同样，牧师的妻子也并不理解女仆为何不敢离开那个家。女仆时常照顾约瑟夫一家，约瑟夫却内疚自己没有钱给他报酬，他只能以上帝的口吻感谢他。那天，约瑟夫匆匆赶来，女仆正在楼顶寻找调皮的菲利克斯，却正撞到约瑟夫将阿黛尔拥入怀中。一阵敲门声，他们立刻放开彼此。约瑟夫还塞给阿黛尔一个东西。深夜，他悄悄拉开抽屉，看到一双长筒丝袜。原来两人一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阿黛尔的生日宴会，佩德罗宣布他们正式收养了菲利克斯，众人欢呼。女仆端着红酒杯，指甲陷入掌心，她要把一切都说出来。Боже, дай мені сил. Дай мені сил. Стефцю, я тобі страшенно вдячний. Без тебе нічого б не було. Ти пробач мені давні кпини. Просто знай, ти – наша сім'я. Петро. Коханий, ти з глузду з'їхав, тарілки насипив? Ходім, Костічка. Я така щаслива. 终于，女仆还是走到众人面前。她说：“阿黛尔和约瑟夫有着不道德的婚外情关系。” Як? Матка мозка. Що? Стефо, тобі, схоже, алкоголь вдарив в голову. Піди перепочинь. Вибач, але я мушу. Я бачила все на власні очі. І в мене є докази. Ні, це неправда. Іванко? Іванко! Іванко! О, Боже! 约瑟夫的妻子当场昏死，女仆收拾行李打算离开。她翻开床铺，却发现那块怀表不见了。那天医生给她怀表的时候，其实阿黛尔也在场。随后医生又将怀表放回自己的口袋，之后女仆又偷偷从她口袋掏出，占为己有。她跑去翻找抽屉，正看到阿黛尔的日记，里面写着：“那个讨厌的乌克兰女孩，我早就厌倦了她的越轨行为，我本该听父亲的话，把她送走。”日记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信纸，那是医生当年给女巫的信，上面写着他接受了女巫的意见，决定把女仆送过去。是阿黛尔的恳求，父亲才并没有这么做。医生说：“你是对的，我当时非常同情他，我很后悔那个冲动的决定。” Я помилився і нашкодив. Нашкодив насамперед Аделі.
але водночас і Стефі. Я хочу виправити свою помилку, бодай перед смертю. Тож, відсилаю до вас Стефу. І сподіваюсь, ви допоможете її викривленому стовбуру знайти опору в собі. 这时，阿黛尔怒气冲冲地回来。 Це мій дім, не твій, і ніколи не був твоїм. 阿黛尔狠狠地给了女仆一个巴掌，说：“如果我不是医生的女儿，刚才约瑟夫的妻子已经死了。我现在真想杀了你。” Бачила вас у салоні, як він обіймав тебе. Боже, яка ти безсоромна. Ідіотко! То були обійми радості. Бо сталося диво. Я благала отця Йосифа молитись за мене і сама молилась так, як він навчив мене. І Господь почув нашу молитву. Я вагітна, Стефо. 女仆继续问：“可那双袜子是怎么回事？”阿黛尔解释：“那只是我为感谢他送给他妻子的礼物，他知道后又还给了我。而多年前，女仆被阿黛尔藏在柜子的那天，手捧鲜花的约瑟夫是来和他们两人告别。” А дозвольте попрощатися за нас обох. 阿黛尔哭着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是我的妹妹还是我的朋友？可你的想法和感受对我来说却如此重要。” А якщо сестра? Тоді чому ми не робимо все разом? Чому ти насміхаєшся з мене, коли я бодай у чомусь намагаюсь тобі допомогти? І ти завжди підкреслюєш, що я пані, а ти ніхто. Не знаю. Нічого вже не знаю, Аделю. 女仆又问起：“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父亲的信寄给女巫？” Не надіслала, бо дурна. Не могла. Не хотіла. Не вміла бути без тебе. 两人不知何时哭红了眼眶，指尖相触时，女仆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。原来阿黛尔比谁都清楚自己多渴望被温暖，她宁愿缺失父亲对她的爱，这份难得的惺惺相惜，她早已将女仆纳入到自己的生命中。突然，他们闻到浓烈的烟味，两人推开房门，才发现他们已经被大火吞噬。两人一起跑下楼，阿黛尔被浓烟熏得晕倒在地。大火中，女仆似乎又看到临终前的医生，她说：“你和阿黛尔像两棵树干交织在一起的树，想想他，再想想你的生活。” Тобі буде важко, але ти мусиш. Що? Ти мусиш Аделю лишити. 原来女仆对所有人都撒了谎。突然，楼顶的窗子被菲利克斯打碎，一堆东西瞬间坠落，那是家里最近丢的东西，戒指，还有那块医生的怀表。 Моє ім'я Стефанія Чорненько. Просто людинка. Від самого дитинства служниця. Але з тієї миті вільна людина. 菲利克斯跳下来，打开房门，远处是佩特罗和约瑟夫的面孔，他们得救了。之后，阿黛尔生下一个孩子，女仆和鱼贩则踏上了游轮，去往远方。这部上映于2020年的乌克兰电影《女仆》改编自乌克兰畅销小说《菲利克斯·奥地利》，这是乌克兰女作家索菲亚·安德鲁维奇受到一本食谱的启发而写的小说。这部电影也是女导演克里斯蒂娜·希沃拉普的处女作，导演、编剧均为女性，全片采用女性视角讲述这个故事，融合了爱情、奇幻和悬疑元素。该片在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环球视野单元和特别放映单元展映。为了复原20世纪初的西乌克兰小镇，导演重建了一座小城，并收集了大量当时的老照片作为道具参考。实属了解乌克兰历史人文的佳作。电影以误解展开故事，不停给观众留下各种悬念，想解开谜团，得到答案，直到最后一刻才是影片的反转。电影开头，女仆一直遵循医生让她留下来的遗嘱，照顾阿黛尔。谎言下，真实的遗嘱却是要女仆离开。一直以来，女仆厌恶的阿黛尔才是守护她的人。双方都因误会而互相伤害，直至最后女仆才解开了心结。影片通过细节伏笔，将童年羁绊、情感背叛与人性救赎层层剥开，最终以一场大火烧尽了谎言，让两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在告别中寻得新生。这部影片给看了很多女性题材电影的我很特
特别的感觉。尊重大女主爱前集专辑类题材电影，好片不迷路，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。